我和我的前夫终于离婚了。他以为我离开他一定会穷困潦倒，不过他错了。在刚拿到绿色本本的当天下午，我买彩票中了2个亿。姐摊牌了，姐是亿万富翁。陈彤彤，一会咱们去把婚礼一下。电话那头是我丈夫冰冷又疏离的话语。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。在收拾前夫林默然遗留下来的衣物时，突然看到热恋时我送给他的礼物，简陋又朴素，却带着那样热忱的祝福和期许。那是一个手工相框，里面夹着的是我们相识第1年去武汉拍的合影。飘飘洒洒的樱花像粉雪一样落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拥着我，2个人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开朗和幸福。我曾经是一名空乘人员，在一次飞行任务中认识了林默然。那时候的他很忙，我1个月总能碰到3、5次。清俊的脸上永远是认真的神情，专注地盯着面前的屏幕，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指尖在笔记本键盘上跳动。直到有一次，我见他用手捂住胃部，额上冒出冷汗，眉头紧锁，仍盯着电脑。我倒了一杯热水送到他的面前，他看到水有些惊讶，似乎没有想到，但随即眉眼一弯，轻声对我说了句谢谢。从那之后，我们2个便像有了默契一样熟悉了起来，连决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水到渠成的。我记得那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很冷，我刚下航班便接到他的电话，叫我在航站楼门口等他一会。他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，我明显感觉他在看到我的时候眼睛刷了一下亮了。那一刻，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。果然，他带我来到了我一直想去尝尝却没时间去的餐厅。询问过我的意见后，加了几道招牌菜。过了一会，一名侍者拿了一捧花送到他的手里，那是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，丝丝缕缕的花香闯进我的鼻腔。他不负清冷的眼神，温柔地看着我，眼睛深处透着一丝希冀。我心里一软，似乎能从耳膜里听到胸腔里的心跳声，那样热烈鲜活。接下来，我们2个顺利地走到一起。在我没有飞行任务，他也不忙的时候，我们会窝在租住的房间里，看看电影，聊聊未来，或者出去逛逛街，旅游，美好又惬意。他会认真地对我说：“陈彤彤，我以后一定要买一个大房子，可以给你打造一个大大的衣帽间。”有时候也会兴冲冲地跑过来：“彤彤，你说咱们俩是要一个男孩还是女孩呢？”更会在我生气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哄我，小声地撒着娇，叫别不理他。什么时候就变了呢？回想起以前，在看着他现在冷漠又生疏的脸，判若两人的样子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2个开始针锋相对？是为了一点小事就逐渐消磨掉彼此的爱意和感情吗？民政局门口，他身穿一身黑色西装，衬得他高大又挺拔，手上也不见了婚戒，只留下一圈发白的印记，告诉别人这里曾经承载了一份感情。我走上前，未发一语地将结婚证递给他。虽然早已习惯，但他如同看着陌生人一样的眼神还是刺痛了我。他淡漠地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一会还有事。房子归你，其他的你一分也别想得到。还有我的东西，你就给我邮到我妈那里，地址你知道吧？”我当然知道，年年都去当牛做马，受尽屈辱，怎么能忘？我将被风吹散的头发重新掖到耳后。别说那个大公无私，这房子本就是我出了首付，月供也是我还的，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让给我的？你的小公司我也不想要，我陈彤彤还不至于离开你就活不下去。他轻蔑一笑：“是吗？你离职后一直做家庭主妇，你有什么收入来源啊？和你无关。”他瞪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行，你爱怎么逞能是你的事，先去把正事办了，我一会还有事呢。”我懒得理他，走到窗口，将证件以及填写的表格递给工作人员。因为1个月之前已经来过一次，所以这次很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。拿到证的那一刻，我明显注意到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没想到和我离婚，竟然让他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原来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缅怀这段感情，人家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。我转身出了门，没有理会他欲言又止的样子。现在的他多看一眼我都恶心。将他的行李打好包，并且联系好了快递人员上门，又将婚纱照、合影、情侣用品一一装进垃圾箱子里，并联系物业扔掉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舒服地窝在沙发里，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放松。无需担心他上班有没有及时吃饭，胃病会不会犯，也不用战战兢兢地等他下班对我做的菜进行宣判，更不用殚精竭虑地试图猜测他每晚打游戏时和他语音的女孩是谁。这一切的一切再也和我无关。我告诉自己，他这样的人，你付出再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，不要留恋。家庭妇女就是仰仗别人的鼻息过日子，在他的手底下讨生活，讲真很难受。我得承认，我渴望一个家庭给我独一无二的偏爱，而不是像在孤儿院时要谦让，要懂事。早慧这个词对于童年幸福的人来说十分难得。
对于我们这样被抛弃的人来说，这是生存之道。可惜，过分的讨好型人格让人失去了自我。现在，我选择放手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准备去超市买点菜，刚一出门，便对上了一道不善的视线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是林默然的妈，我的前婆婆。她见我要出门，一个箭步上前，就拉住门钻了进来。我发誓，这些年来，我从未在这个病恹恹的老太太身上看到过这般身手。每次回去，她都躺在床上咳嗽，这时候我就应该听话懂事的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且她刚刚抵在门上的力道，竟连我都不能撼动。陈彤彤，你先别走，我对你和默然的财产分割有些意见。她在客厅里站定，眼神贪婪地打量着屋子里的布局和装修。这房子是你俩的名字吧？你怎么说拿走就都拿走了？我虽然早就知道我这个婆婆极品，但仍是低估了她。妈，不对，老太太，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，并且财产公证中，这房子已经划到我的名下。你信不信？我只要打一个报警电话，就可以告你非法入侵民宅呀！再说，这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，月租虽然是一起还的，如果你非要斤斤计较的话，那好，咱们就再去财产公证处算一下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，包括林默然的公司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的前婆婆听完这些话，顿时暴跳如雷，似乎没有想到我这个一直逆来顺受的儿媳妇会这样反驳她。你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赔钱货，下不出蛋的老母鸡，你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一直以来你从不上班，全靠我儿子养着，你哪里有前夫首付？她破口大骂，狰狞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。老太太，我劝你慎言，到底是我的关系还是你儿子的关系，导致我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？你可以回去问问你儿子，而不是在我面前叫嚣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点，这房子的首付和日常花销都是用的我的积蓄，如果我斤斤计较，我还可以向林默然索要更多的赔偿。现在我不过是给他面子，别不知好歹。放屁！我儿子身体可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是你自己的原因还赖在别人头上。他提起林默然的身体，神情透露着得意和窃喜。不会吧？我的脑袋不会上演了青青草原吧？这我属实没想到，怪不得他离婚的时候是那样一副表现，原来是迫不及待将小情人扶正啊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前婆婆，老太太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既然你不想放弃这套房子，我恰好对林默然的公司，还有为什么你这么笃定他身体没问题这件事上很是好奇。幸好你提醒我，我要不要每天去他的公司蹲一下，总能让我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吧？老太太一听，马上慌了神，你可别诬赖我，我就是来看看默然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，既然没有就算了。默然和你离婚就对了，一点都不懂尊重老人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。说完，便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朝门口走去。这老太婆是真的恶毒，她也知道那里是我的伤疤，一个不留神就叫她捅了个对穿。我阴恻恻地张口，说话就说话，别那么大声，我怕狗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便将防盗门啪的一声摔在她面前，任凭她在外面如何叫骂。幸好当时买的一梯一户的高档小区，物业也相当给力。一个电话过去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老太婆就被人请走了。耳根终于清静，我却也没有了做饭的欲望，只好拿出家里的方便面简单吃了一口。我在家里摆烂了好几天，但一想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就开心得不得了。可惜刚翘起嘴角，就被林默然的上门打断了这几天的好心情。他穿着休闲，面色不耐地站在门口，银边眼镜下是一双带着阴霾的眼。我将手机放进衣服口袋里，随即打开了门。我问你，你和我妈说了什么？她回家就生病了。她脱口而出的质问让我忍不住发笑。你真搞笑，你妈生病还用得着人气？每次回去不是躺在床上哼哼，等着我把饭端到她眼前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，你照顾她不应该吗？我嫁给你之后，她才开始不容易的吗？她的不容易不是你爸造成的吗？你这邪门歪理怎么毕业的？最高学历是胎教吗？你看着她铁青的脸，我的胸腔里迸发出一阵快意，简直想小酌几杯。他见我油盐不进，更是愤怒异常，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得意起来。你小心点，你还记得我的发小李默吧？他现在是有名的大律师，如果我不开心，随时也可以让你净身出户，你信不信？看着他洋洋得意的脸，我由衷的感觉到一阵生理不适。之前我到底是怎么看上他的？我无所谓的一笑，行，这房子有能耐你就拿走，没有你就看着，我没心思跟你在这扯淡，坏了我离婚后的好心情。他又撂了句狠话，叫我不要打扰他的父母，真是好笑极了。那就麻烦你管好你妈，再上我这里撒泼，我就报警。我关上门，听到防盗门上传来2声巨响，我轻嗤一声，没本事还拿东西撒气，什么垃圾货色！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了他？也可能人还是那个人，只不过就是原形毕露罢了。再说，谁看得上那点仨瓜俩枣？姐摊牌了，姐现在是亿万富翁。事情还要从签离婚协议的当天说起。
从民政局出来之后，无论我再怎么洒脱，林默然再怎么渣，结束一段长达6年的感情，还是让我有一些难受。毕竟，就算养条狗还有感情呢。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了一家彩票店，这里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店主一个人正抬头看着电视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进去买了一组号码，加注到40倍。随即回过神来，不由得嘲笑自己异想天开。原因无他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运气很差。别人喝冰红茶连续中奖好几瓶，而我买了好几年一瓶都没中过。我浑不在意地将彩票放进手机壳中，回到了家里。第二天，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。直到我无意间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看了一眼热搜，井号天降锦鲤，庆阳市出现了2亿彩票。我们城市。我忽然想起我昨天买的彩票，便好奇地打开热搜，上面正是我昨天买彩票的那家门店。不由自主的，血液好像在冲击着我的耳膜。我快速翻开昨日福彩中奖号码，将我手机壳后面的彩票取出，依次核对：087、22、23、27、30、25。我终于知道瞳孔地震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他妈，中奖号码和我手里这张一模一样啊！我恍恍惚惚地从省彩票中心出来，包里揣着支票，上面1.6亿的金额让我有些恍惚。我将钱存在银行里，忘不掉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向我时既惊讶又羡慕的样子。是啊，羡慕是正常的，我现在都羡慕我自己。我迅速将我和林默然的婚房挂上中介，之前是无可奈何，而现在我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并且表示了想要买一个豪华大平层的需求。房产中介闻言，将我奉为座上宾，带我去看了一户600平的江景大平层，并且附带全部装修，价格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1500万。而现在的我，眼睛眨也不眨的就敲定了合同。当天下午，我去了 4S 店，碰巧梦中情车718有现货，多犹豫1秒都是对梦中情车和账上余额的不尊重。配置选择了最高档，刷卡付款一气呵成。看着销售小哥见牙不见眼的笑容，我恍然大悟，这就是金钱所带来的底气。事情已经过去月余，房产中介打电话告诉我，有人想要买我之前挂上去的2手房。我开车来到现场，却对上了一双诧异的眼睛。那双眼睛的主人是我的前夫。这是谁的车？他贪婪的眼神落在我身后的保时捷718上，眼里满是对豪车的惊艳。谁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即将要说出口的话。他狗嘴里向来吐不出象牙，他的话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听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带着审视。我前几天听我开彩票站的哥们说，咱们小区附近一家彩票店开福彩中了2个亿，恰巧店主调监控，中彩票的那个人和你非常像。他打电话恭喜我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他把照片发过来，我才能确定那人是你。他盯着我，犹如一块行走的肥肉。你真的买彩票中奖了2个亿吗？话音一落，就连旁边的中介都把诧异的眼神投放在我身上。我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我是中了2个亿，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闻言，他眼里的兴奋似乎要透出眼球。那好，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吧？我有权利分走一半。我看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差点笑出声。真可惜，这张彩票是我们离婚后买的，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不可能！你忘了，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，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还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。他理直气壮地辩解道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什么。我冷笑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我过了1个月冷静期买的彩票，就在拿到离婚证的下午。好幸运啊，要不然还要给你分一半。他脸色一白，他真的没有注意，只是在看到照片和彩票中奖2个亿就兴奋得不行，马不停蹄地联系我。可惜我早就已经把他拉黑了，正好看到我把房子挂在平台上售卖，这才联系中介约我出来。好啊，陈彤彤，是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这辈子还有这种财命。他阴恻恻地看着我，不过你不用得意得太早，我有的是机会证明这张彩票是用我的钱买的。你当家庭主妇这些年，又交首付又付房贷，还要日常花销，想必积蓄早就没了吧？要不也不用每个月舔着脸管我要生活费。说不定这张彩票就是用我给你的生活费买的。此话一出，旁边的中介都将鄙夷的眼光投向了他，似乎没有想到有人把软饭硬吃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怎么，你有你的律师哥们，我就不能高薪聘请金牌律师？既然如此，这很好办，咱们就各凭本事。我看是你哥们厉害，还是我的超能力厉害？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但一想到他心里悔恨的样子，就想放声大笑。下午我就找到了本市最有名的金牌律师，并且迅速地敲定了应对方案，更是将我每个月凭借副业收入的流水打了出来，交给律师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我看得出他们专业的态度，我非常满意。果不其然，他们以婚内财产分配不均为理由将我告到法院。3天后开庭，
我的前婆婆和前夫站在原告席上，怨毒地看着我，似乎我就是他们家的附属品和佣人，所得何人都应该属于他们家，没有半分人权。我无视他的视线，落落大方地坐在被告席上。随后正式开庭。原告以我没有收入，花的都是我前夫的钱为由，判断这张彩票应该是我丈夫的钱，并表示这笔钱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我的前妻陈彤彤为了备孕，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工作，而她的账户我看过，除去交了房贷的，还有日常花销，根本不剩什么钱，还要伸手朝我要钱花。我笑了，李默然，你学的心算不到位啊，我在这都能听到你的小九九了，将抠搜说的这么清新脱俗，受教了。我是没有工作了，也没有存款，可我每个月靠副业也可以月入3000左右。虽然朝你要钱，只不过是觉得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家庭做一份贡献。你每天像个大爷一样，我又得顾家，又得洗衣做饭，房子我首付和月供，生活费你也不想出，怎么怨种就是这么被你缠上的？想起以前的日子，我都想进去倒光自己脑子里的水，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那我不管，你可能也无法证明这钱是从你自己的账户出的吧？他话音一转，又得意起来。可以啊，我笑眯眯地说道，买彩票的那天正好是我副业结算的那天，银行流水我已经打出来了，就在我手里，你想看啊？林默然的脸一刹那铁青。我知道他是想赌一下，但没想到老天都是站在我这边的。那天刚要付款的时候，银行就把贷款收走，里面只剩下20多块钱，我这才换了副业收入的那张卡付了款。最终，在我方律师的据理力争下，我很快赢得了这场官司。出了法院大门，他们一家人正整整齐齐地站在台阶下等着我。陈彤彤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我们家哪里对不住你？你竟如此狠心！我的前婆婆站在台阶下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要是没有旁边的人拉着，怕是早就扑到我身上了。我好笑地看着她，老太太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以后我赚的工资还必须上交不成？以前我每次朝林默然要生活费的时候，她都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，在他妈那。是我傻，不愿和他计较，也因为那莫名其妙的自尊心，从不过多的去强迫他。没想到他们一家拿我当大冤种。还有，你家怎么对我？年复一年的当牛做马，得不到一个好脸色，动辄辱骂，讽刺我有娘生没娘养，像个保姆一样存在，却被当成理所应当。穿着带着我给你买的东西，在外面大肆宣传我不孝顺。每次我和林默然回婆婆家，都能对上一群大妈打量鄙夷的视线。起初我还不明所以，直到后来我无意间听到他在外面宣传我多么懒惰和不孝顺，我这才明白，白眼狼就是白眼狼，怎么喂都喂不熟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越过他们就要走，没想到那老太婆嚎叫一声就朝我冲了过来，我听见声音朝旁边一闪，她径直地扑跪在我面前，脸上更是被坚硬的石面蹭出了道血痕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林默然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随即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叫骂，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？我妈60岁了，要是出点事，我跟你没完。我转过头，一脸诚恳，你妈是法盲，你也是啊，打架斗殴是要被拘留的，懂吗？我躲着她是为了她好，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呀？你快扶着你妈躲起来吧，收垃圾的来了。说完，不顾她如何在背后辱骂，我都坚决不回头。从离开法院那天起，林默然一家再也没有烦过我。我从江景房出发，来到三亚，开启一个人的旅程。放到以前，这是想也不敢的，毕竟我没了收入，还要还房贷。林默然还老是暗戳戳地说他要买车，我也很想给他美好的、井井有条的家，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和不输别人的生活条件。可惜我一片真心喂了狗。好在回头不晚，这辈子谁也别想再叫我受委屈。我从奢侈品店出来，一身华贵的衣服真的为我带来了安全感。想想以前什么都不敢买的时候，竟然还没有结婚前的消费自由，越发觉得自己以前一定是被谁护住了眼。我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月，这才回到家。刚到家的第二天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。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，是和我一起从孤儿院出来的闺蜜打来的电话。喂，莹莹，怎么啦？哎呀，彤彤，你怎么还在睡觉啊？你都上热搜了。闻言，我勉强打起精神。什么热搜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离婚了？还中了彩票？我不明所以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本想等你出差回来跟你说的。嗨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他那人不行，老是泼你。你快看看热搜吧，他颠倒黑白，把他对你做的那些事都反过来说，现在网上都是骂你的。要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见证，我都信了。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，没想到这家人真是闲不住。好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投。我手里的东西早就饥渴难耐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我打开热搜，第一条就是警号我身中2个亿的前妻见死不救，里面内容则是一小段视频。林默然站在医院病房里，他妈妈躺在病床上直哼哼。
他大义凛然地开口道：“我的前妻陈彤彤中了彩票，便要和我离婚。现在我的母亲重病，他却不顾一切，吃喝玩乐，不管老人死活。”他假装低头拭泪，又故作坚强地开口：“我也不是一定要图他的钱，只是结婚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没有工作，全都靠我补贴家用。我怜惜他无处安身，这才把房子给了他。现在我的母亲重病，我却不得不朝他开口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狠心，电话不接，还骂我妈怎么还没死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对我妈这么大的敌意，而且我别无所求，只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救救我妈。她生了很重的病，必须尽快治疗，但费用过于昂贵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才用这种方法逼你现身。”说完，又抬起通红的眼看向屏幕。一个隐忍又有责任感的丈夫跃然于屏幕上。毫无意外的，我火了。这条视频的下面已经有10多万的留言，热度最高的110来条都是骂我的。哇，没想到现在天底下还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是啊，都为了照顾他，将房子都给他了，都有这么多钱了，还这么吝啬，真给女的丢脸。我自虐一般的翻看评论，不一会变红了眼眶，委屈、愤怒的情绪一拥而上，将我整个人淹没。无关别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一个人拉着他长大很不容易，早早的就要出门卖早餐。寒冬腊月，狂风骤雨，从不停息，因为断了一天就可能交不上他的学费。所以我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羡慕他所获得的母爱，又觉得他母亲很伟大。在他母亲对我指手画脚的时候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但他从来不干预，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我拥入怀中，轻声解释他母亲太苦了，这才养成这样的性格。但人还是好的，请我不要在意。我信了，我迅速沉浸到他给我编织的香甜美梦中。每天任劳任怨，他母亲对我不好，我就加倍的对他们母子好。我坚信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完全没有想到他不是草木，他是顽石，还是茅坑里的。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他叫我陪他出门逛街，我扛着孕土走出家门，在出商场的时候，一辆轿车不受控制的朝人群冲了过来。他只要不推我，轻轻地拉我一把，或者自顾自地跑了，我也不会向前倒去。摔倒在车轮下面，我能感觉到温热的鲜血从腿间缓缓流出，一阵剧痛从体内传来，一时之间我竟然分不清这痛是来自腹部还是心脏。再次醒来就是在医院了，屋子里没有人，点滴却已经见了底。我举着吊瓶蹒跚着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听到门口隐隐传来我婆婆的声音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她自己笨，跑都不会跑，怪我吗？”我婆婆带着不耐的声音传来，语气里满是对我的嫌弃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现场监控就是看到你推彤彤了，他醒了之后我怎么和他交代呀？交代啥？我是老人，他都没有照顾好我，我不怪他就不错了，你还让我跟他道歉啊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林默然的语气透着无奈，似乎也拿他妈没有办法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大出血，子宫摘除，以后彤彤再也没办法要孩子了。我早就跟你说，他一看就是一个没福的。咱家隔壁从小跟你一起玩到大的赵欣彤，你还记得吧？人家一直在等你，而且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我看他好的不得了，不知你怎么就被这个小狐狸精迷住了眼睛。哎呀，妈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彤彤。我脚步不稳，不小心撞在门上，发出了声响。林默然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有些惊慌失措，忙跑了过来。醒了，彤彤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对上他的视线，里面是满满的疼惜。我摇摇头，吊瓶没药了。那你等我，我去找护士。他出了门，我对上我婆婆的视线，她极不自然地转移了目光，我却一瞬间寒了心。她竟连句道歉也没有。你失去的只是子宫，而我妈没的可是自尊啊！莫大的嘲讽向我袭来，我只能回到屋子咽下苦果。这一辈子，我再也没有了当母亲的权利。我闭上眼睛，从回忆中抽身而出。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撕破他们那家人恶心的嘴脸。幸好我早有准备的留了一手。从我离婚后，只要和他们家人接触的所有过程，我都用手机录了音。毕竟，就为了这有朝一日能用上。所幸不负众望，他们家果然如同我想的那样，开始作妖。现在的我早就对他们家厌恶至极。我将这些年来在他们家的经历写成长文，并且加上早就准备好的录音，没有经过任何剪辑，原汁原味地发了上去，并且聘请不少专业大 V 为我转发。同时我也没有闲着，找到之前帮我打官司的金牌律师，替我起诉前夫一家，以诽谤他人的名义。因为大 V 们的影响力，我的长文和录音被顶上热搜，2极反转的剧情使得一众吃瓜群众津津乐道。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球锤的锤吗？这个男人好恶心，他怎么把吃软饭说的那么理直气壮又清新脱俗？
估计是没有想到他前妻有录音，想说成白的就说成白的，这太可怕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男人面相看着就很猥琐？网络上硝烟四起，我在现实中也没有闲着。我找人查了一下近3个月林默然的路线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在他母亲的旁边单元买了一户32厅的房子，那里藏着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。我看着手里的照片，一阵阵反胃涌上喉咙。林默然领着大腹便便的女人走在路上，眼里满是细碎的笑意和幸福。这个怀孕的女人我见过，在我和林默然的婚礼上，她曾出现过，穿着一身类似婚纱的白色长裙，梳着和我差不多的盘发，目光哀怨地盯着林默然。而我的婆婆将她带在身边，逐一向人介绍。我问林默然，这个女孩是谁？她抬头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，随即回答道：我妈的干女儿赵欣彤，我妹子。随即看我不善的神色，又嬉皮笑脸地凑上来说道：怎么啦？吃醋了？别气别气，谁能有我们家彤彤好看？我笑着推了她一下，虽然得到了回答，但心里始终留下了一根刺。直到后来我子宫摘除，才在住院期间又重新听到了这个名字。出院后，我回到家中，林默然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半个月的时间。但自从他妈开始频繁给他打电话之后，叫他过去之后，慢慢的他便开始对我不耐烦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从他的微信上看到了一个备注名为彤彤的好友跟他说话：林哥，你今天过来吗？我家里停电了，我好怕呀。彤彤别怕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的，你快来，不过嫂子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他胆子可比你的大多了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我这才明白那天停电时，为什么他那么神色匆忙地离开。我问他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我婆婆他们小区停电，他要去看看。说完也不顾我的反应，穿上衣服就走了，没有问问我一个人在家怕不怕。我也是一个胆怯的小姑娘啊。我将照片收好，交给了律师，并且向他提交了我前夫林默然婚内出轨的证据、购房证明、开房记录，以及从垃圾桶里掏出的孕产检报告单。姓名是赵欣彤，日期赫然是和我离婚前的4个月。那时候的我在干嘛？为我的孩子伤心难过的同时，还要打起精神伺候林默然。这如同八卦狗血剧的情节竟然在我身上上演，小丑竟然就是我自己。幸好金牌律师认为这些是强有力的婚内出轨证据，并且表示凭借这些东西可以进行起诉，并且重新分配财产。我同意了这个方案，甚至表示还可以更狠一些，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的同时还散尽家财。开庭当日，我坐在原告席上，好整以暇地盯着那2个伪善的人，环顾了一下观众席，毫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孕妇。她对上我的视线，十分心虚地瑟缩了一下。我抿唇一笑，现在就让我来看看你们的感情究竟有多么深厚了。我方律师将所有证据呈上，并且向法院提出了被告的诽谤罪。基于证据确凿，毫无疑义的，我获得了胜利。接下来，我的律师又重新取出了一份文档，上面庄庄健健地记录了我的前夫林默然和赵欣彤的相处过程，以及各种同居证明，确认林默然和赵欣彤在我们婚姻期间存在同居关系。经过证据表明，这属于婚内出轨。林默然惊恐地看着我，似乎不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。我抿唇一笑，不用惊讶，多亏了你的好妈妈，要不我真发现不了这些蛛丝马迹。你妈之前去我那里要房子，张口闭口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并且表示你的身体特别好，我就在想怎么个好法呀？我太好奇了，这不真得谢谢咱妈给的启发，还真让我找到了。是不是我的孩子刚没你就忍不住了？真好，原来你这么想当爸爸呀！我面带微笑的鼓鼓掌。林默然闻言回身看了他母亲一眼，老太太回避了目光，小声嘟囔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就猜到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肚子里的就是我的孩子？我知道你会这么问，自然是他自己做无创的时候查的 DNA 检测喽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至于他为什么做这个，那我可不知情了。我眼看着台下的孕妇一下子惨白了脸，低下了头。林默然走到如今这个位置，自然也不是个白痴，想想就明白自己头上也是一片青青草原。他宛如虚脱了一样坐回椅子上，目光呆滞，不发一言。这就受不了了。我的前夫婚内出轨，证据确凿，我申请重新分配婚内资产。这时候的林默然才真的慌了。陈彤彤，你不用做的这么绝吧？咱们俩好歹是夫妻一场，而且我妈还病着。我眯眯眼睛，我做的绝。如果我请不起律师，无法替自己辩解，就任由你们一盆脏水倒在我的头上，让人网暴我，人肉我，现实中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我不顾他要吃人的目光，将战场重新交给了律师。最后，在资产重新分配的情况下，他名下的3套房子还有现金全部给我，而公司的财产属他一人所有。
虽然我看不上那仨瓜俩枣，但看他吃瘪，是我用多少钱也换不来的。我为本次开庭申请了直播，毫不意外的出了法院大门就被一堆记者围了起来。我一出门，早就雇佣好了4个保镖，就把我围了起来，保护我走出包围圈。直到我坐到车里，记者都没有散，我好心的告诉他们别等我了，我前夫他们马上出来，还不如找他们来得快。几个聪明的记者闻言，马上拎起相机朝法院门口冲去。因为网上那场骂战，大家都想争先报道，获得一手资源。回到家里，我好好的睡了个天翻地覆，醒来后却只能感觉到一阵阵莫名的空虚。人嘛，总是要靠什么支撑着的？无论是爱与恨，都是一种目标，人们为之奋斗。无论得失，无论成败。过了几天，我的闺蜜回来了，她心疼地抱抱我。莹莹，不用这样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快乐。我懂，这大平层，这小野马，这存折上的小余额，你还要啥自行车？卿所言甚是。嘿，购物去。从那天起，林默然这个名字和他的家庭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每天我都过得潇洒又自信。我回了孤儿院，捐了一笔钱。虽然我在这里并没有体会到童年的欢乐，但他却给了我2次生命。我还领养了3只猫和2条狗。剩下的钱有专门一部分我用来资助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。直到有一天，商场的 SA 告诉我新到了一款包，非常适合我。刚回来的我正是无聊，便来到了商场，一气买了5个包包。在 SA 笑容满面送我出门的时候，我有些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林默然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前婆婆，正穿着保洁的服装蹲在地上擦地，旁边是一个主管模样的人正在训斥她。我的前婆婆脸色涨红，不停地点头哈腰，这才平息了主管的怒火。她站起身来，不经意间对上我的视线，那一刹那，我看清了无尽的后悔、瑟缩以及憎恨。直到后来，我才听说林默然的公司倒闭了。没有人愿意和他这样人品不好的公司合作，在没有资金流的情况下，他早早的就申请了破产，剩下的钱也都拿去还债了。而天不遂人愿，他在破产后选择了黄袍加身，送起了外卖，却在一个凛冽的寒冬出了车祸，没了一条腿。从那之后，他成天酗酒，短短2年的时间，就像老了20岁。更是在一次醉酒后家暴了赵欣彤，赵欣彤受不了，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。至此，他们家的劳动力只能落在老太太的身上。成也萧何，败萧何。我婆婆可能没有想到，自己不仅要养儿子小，还要养儿子老。天道昭昭，因果不爽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他们只是我的过客。我的未来还很遥远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去重新认识这世间。